老实说，关于美国房市崩盘的视频流量通常都会非常好，因为那种画面看起来真的很爽，也很解气。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不想为了流量去讲违心的话，就算这个视频不讨喜啊，甚至会被喷，我还是想把我这几年在美国东岸看到的现实老老实实的说出来。美国新泽西的房价今年2005年底、2006年初又涨了一点点。很多人其实心里都还是在等那一个全美大崩盘，但至少目前来看，在美国东岸地区这还没有发生。有朋友也在问我，美国东海岸这3个州——新泽西、康州、宾州，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大家所希望的那种真正的断崖式的暴跌？查下数据就知道，事实呢，在过去的十年里，这3个州的房价其实一直都没怎么跌过。我先说清楚一句，我今天不是在讲整个美国房市的命运，因为美国本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堆完全不同的几百个地区性房产市场。我今天只讲这条很多华人生活的这一带，纽约州人口外溢的新泽西州、宾州和康州。这个真实的华人生活圈，这其中我自己最看好的是买房首付门槛较低，房产税也相对不高的康州，而不是我自己所住的新州。好，然后我想先把我的核心的观点讲出来。美国房价是真的会崩盘，但是是在那种工作没了、企业走了、人口往外逃的州和城市。但新泽西、宾州、康州不是这种情况。这3个州更多的是承接纽约搬家出来的人，这其中不乏很多很有钱的纽约人，从一种拥挤的城市换成了另一种不太拥挤的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些纽约人不是跑路，也不是逃命。很多人这10年都在说纽约完了，纽约没落了，但现实是纽约仍然现在是全球顶级的经济文化中心，仍然是很多人一辈子想来打卡看一眼的旅游目的地。对很多美国的本地人而言呢，纽约市也仍然是他们的梦想之城。只要这个纽约梦还在，那养活这个城市的产业、工作、收入也就还在。美国东海岸不是靠单一产业吃饭的地方，它是很多产业一起在撑着。这也是为什么东海岸的房价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脆弱。再来说供给，我只讲人口密集一点的地方，像我自己所住的新泽西的城市呢，真的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能再盖新的 house 的土地了。我家附近新起的一栋2家庭的房子，盖了好几年了，都还没有盖完啊。这块地呢，还是硬生生的把一段连通曼哈顿湖的逊河的河道填埋掉才挖出来的，而且呢，挖出来的土地也就只够盖着一套房子而已。其他地方就更夸张了，在过去的10多年里，真的是要一套老房子啊，出事故着火之后被拆掉了，才有机会换盖一栋同样面积大小的新房子。北部还有中部新泽西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土地有限，但是每年还是有人要搬进来，特别是负担不起纽约生活成本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还很多其实都是纽约的有钱人，所以就像 Bergen County、Houston County 这些靠近纽约的新泽西的地区呢，房源就是一直是年年是供不应求的。我在录这个视频之前呢，还特地去问了我几个新泽西的房屋中介朋友，他们说只要不是套问题房，在新泽西呢，基本上现在还是很多人在抢。今年中旬呢，一套房5到10个买家加价抢一套房是并不稀奇的。年末呢，大家都去过各种节日了，所以美国每年的年末呢，都是买房的好机会。但目前每套房呢，仍然会有3到5个买家按原价来抢。所以呢，平均每套房子30到45天之内出手就会被售出。我说的是我家附近的几个城市啊，而且买家之间的竞争呢，是一年比一年更加激烈。很多买家为了抢到房子，甚至把房检都直接给 waiver 掉了。
然后是租金，这一点就真的太有感了。纽约跟它附近这3个州的租金呢，这几年真的是涨得太夸张了。很多人根本不是想不想买房的问题，而是变成再租下去真的扛不住了，干脆就全家几代人咬牙一起凑钱借钱买了算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是投机客，很多人就是被生活硬生生的推到只能买房的那一步。然后呢，一定要讲的就是2008年次贷危机，房价崩盘，美股也全面崩盘。那一波呢是真正的全美房市的灾难，很多地方真的是跌得很惨，但新泽西州、宾州、康州那个时候反而是跌幅比较有限，恢复也比较快的那批。这3个州呢，很多地方短期会跌个10%到20%的房价，然后相对其他州呢，较快的就又爬升回去了。所以我不是在说这3个州房价永远不会跌，我是说，就算遇到最糟糕的，像2008年美国经济全部崩溃的那种状况呢，这3个州通常也不会是最惨的那一组，已经被2008年给验证过了。再讲就是房屋保险跟气候，虽然加州、佛州这几年的保险公司乱作一团，使得新泽西也确实有一部分保险公司陆续退出了市场，但是比起美国南部和沿海的那些自然灾害的重灾区呢，美国东海岸这3个州气候真的相对稳定太多。稍微多问几家保险公司，我身边还是有认识的人，即使现在一年1000多美元的房屋保险，也还是能够买得到的。至少目前来看呢，美国东海岸仍然是很适合长期定居生活的地区。最后，我还是想把我最真心的一句话放在结尾，就是说我今天真的不是叫大家闭着眼买房，我也不是什么房产中介，我只是把这些年在东海岸看到的现实，尽量客观的讲清楚。我虽然看好康州的房市，但是我对康州的房市，我也只是看过数据，就数据说话。我确实去过几次康州，但是我并未在那边长期生活过。我知道近几年呢，中国的房价的走势已经伤了很多海内外华人的心，让很多人对全世界的房产，当然包括美国的房市呢，都失去了信心。但美国呢，这些拥有永久土地产权的1层楼、2层楼的独栋的房子呢，本就跟中国几十年产权的高层电梯公寓不是同一种制度下的产品，根本就无法直接类比套用另一个国家的房市崩盘说直接到美国的头上。买美国股票呢，确实是一种投资，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但是呢，在美国买第一套房子根本就不是在投资呀，是咱们可以不被美国房东左右的底气，是咱们年纪大了也还能有一片属于自己头顶瓦片的安身立命之所。另外呢，请一定不要跟华人圈扎堆跟风，在美国买短租房或者投租房。短租的政策随时都在变，大家所说的美国某州某州目前正在经历的惨痛的房市泡沫呢，就是被华人和跟风投资客过去这些年扎堆买房给硬生生的给堆出来的。房市有短期的波动很正常，但至少站在美国东海岸、宾州、康州、新州这几个州来看呢，这3个州的房市没有很多人希望的那么悲观。在美国，你也极少会听到有人抱怨说自己在美国东海岸买了一套房子。谢谢你看到这里，感谢订阅美国工薪族，我们下个视频再见。